的公车越过荒野和山坡，追逐少年的梦想，做最自由的光。理想的模样，身着朴素的衣裳，翻过城门与高墙，走最自由那一趟。你啊，借那风越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。我们翻过山与晚霞，去寻无人知晓的花。你啊，在黑夜别害怕，萤火月光做沿路的灯塔。我们风作伴梦作马，去爱迎那最热烈的年华。我现在已经进入佩特拉的景区了，刚刚用那个Jordan Pass领了一张门票，然后拿了一份那个景区的介绍导览图。现在呢，我准备去坐车，先去小佩特拉，然后从小佩特拉往下走，一路上是走下坡路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很累，所以我现在准备去坐车了。这个车就是去小佩特拉的，从那个地方进来之后，到这个地方坐车就可以了。看一下车子里面。是这个样子，等人坐满了以后就可以出发了。出发去小佩特拉，然后从小佩特拉走。你参观完了以后，坐个5块钱的车到修道院，也不是到修道院，到修道院下面，然后再走上去修道院。走过了修道院之后的路就稍微好走了。反正今天的我的行程基本上就这个样子。青春的公车越过荒野和山坡，追逐少年的梦想，做最自由的光。理想的模样，身着朴素的衣裳，翻过城门与高墙，走最自由那一趟。你啊，借那风越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。往这里面走就是小佩特拉了，然后呢，参观完小佩特拉的话，就可以在这个黄色的亭子这里坐那个吉普车的车票，买那个吉普车的车票去那个修道院，价格是5迪纳尔，然后厕所在这边，在这后面。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在岩石里面雕刻的一个建筑。哦，这个路好难走呀，全都是沙子，感觉跟走在沙滩上一样。这里面有很多的洞穴，有点像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，但是呢，这边的山就更大一点。然后继续往里面走，这里有很多卖纪念品的小店，很多纪念品就这样摆在这里。是在一个洞穴里面的神殿，但其实啊，这个应该是以前的墓穴，然后在拜占庭时期改成了教堂。你看看这里，这小佩特拉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大的佩特拉就更精彩了。买了一张吉普车的票是5迪纳尔，因为这个小佩特拉呀，到那个修道院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，所以只能坐这个车了。不过就这个吉普车吧，这吉普啊，好吧，这就吉普车，坐这个吉普车。这就是我们的吉普车，这一路上的路真的非常颠簸。太难走了。这个吉普车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卡车，然后坐满了非洲杯。看这个路怎么样？
现在已经从小佩特拉过来了，然后准备去修道院。这个方向走，跟着大部队就不会迷路。修道院就在这个方向，往这里走，往上走。这个特别像是韩国的很多寺院里面都会摆放这种石头。放一个。哦，放好了。青春的公车越过荒野和山坡，追逐少年的梦想，做最自由的光。理想的模样，身着朴素的衣裳，翻过城门与高墙，走最自由那一趟。你啊，借那风越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。我们翻过山与晚霞，去寻无人。终于到达修道院了，就坐旁边这个建筑。这个啊是建于公元2世纪，当时呢是作为一座坟墓的入口，但是呢后来因为约旦这个地方被拜占庭帝国所统治嘛，然后这里呢就改成了基督教堂，以及从事一些关于基督教的宗教性的活动，这也就是这里为什么会被称为修道院的一个原因了。但是其实在最初的时候，这里并不是修道院，而是一个坟墓的入口。这个佩特拉之所以会成为世界7大奇迹呢，主要是因为它的建筑不是用石块建设的，而是在整个山上雕刻出来的，真的是鬼斧神工。它整个这个建筑全都是雕刻的，这个真的太难了，这比你建设还要难呢。然后修道院的对面呢，就有很多小茶馆，你们可以在这里喝茶，坐下来休息喝茶或者喝咖啡。那里还有洞穴呢，这个洞穴也可以去看一下。这里呢就是卡斯阿尔比特，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神庙，它供奉的是萨拉神，它高有23米哦，然后走26个台阶上去。现在我们是不能进去参观了，只能在外面看看拍拍照。这里有很多遗址，驴子叫，这个驴子估计很痛苦吧。好多驴呀，还有骑骆驼的。这个大神殿呢，它是佩特拉中心考古发现遗址当中，规模最大的一个，有7000万平方米，包括纪念碑，还有南北两侧，还有地下的一些圣殿。所谓的圣地啊，其实就是当时领主的领地，从这个主路进去就是大神殿的入口了。那这个就大神殿。你看这个建筑，这个就是后来的建筑了。看这个地，这也是后来铺设的。这跟佩特拉的那个建筑啊，在石头上刻的那个建筑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就是后来拜占庭时期的建筑。哇，这个遗址规模真的很大呀！你看这个石柱，这个石柱的柱基有多大？这么粗。
而这石柱是这样一片一片堆上去的呀，你看，这样一片一片一片堆上去的，这太厉害了。风越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。我们翻过山与晚霞，去寻无人知晓的花。你啊，在黑夜别害怕，一晃月光做沿路的灯塔。我们风作伴梦作马，追来迎啊最热烈的年华。上面就是教堂了。那个教堂它有很多个，比如说 Red 教堂，还有 Blue 教堂，还有拜占庭教堂。所以我现在准备走上去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图应该是从那个方向拍出来的。那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这样的马赛克的图标，兔子、乌龟、牛。那这一幅图就是从这个角度拍下来的。这个教堂呢，算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了，主要是它的地面保存的比较完整，它上面的盖的部分都已经没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教堂呢，只是其中一个，周边还有很多小教堂。你们来的时候时间充足的话，都可以去参观一下；时间不够的话，就参观这一个也就够了。主要是看看地上的马赛克图片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前面的就皇家陵墓，这个皇家陵墓它有4座陵墓组成，1、2、3、4。那4座陵墓呢，你外面的这些建筑啊，你看到外面这些建筑，像佩特拉的那个修道院的那种建筑，它都是在岩石上雕刻的。这些建筑呢，都是这4座陵墓的入口。但是后来因为这里不是被罗马统治了嘛，然后这里又被改成了教堂。欧洲人呢，把别人的皇陵改成了基督教的教堂，然后土耳其人呢，把欧洲人的教堂改成了清真寺，这叫做什么呢？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来叫做一物降一物。这里面就是皇家陵墓了，总共有4个，1个、2个、3个，那里边还有1个。这个路啊，真的是太难走了，全都是这种沙子，早知道就穿拖鞋来了，跟在走海滩的那种路差不多。那这是皇家陵墓，这第8个景点。这个陵墓很壮观呐。现在这里面都变成了买东西的地方了，卖纪念品的。小王八。最上面这个陵墓的入口处是最壮观的，你看，这是最壮观的。青春的公车越过荒野和山坡，追逐少年的梦想，做最自由的光。理想的模样，身着朴素的衣裳，翻过城门与高墙，走最自由那一趟。你啊，借那风越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。我们翻过山与晚霞，去寻无人知晓的花。你啊，在
这里就是剧场了。这个剧场呢，世界上唯一一座用岩石山雕刻而成的，它不是建设的，完全是雕刻的。整个剧场就坐落在祭坛山的脚下。我现在呢在祭坛山的最高处，这身后有一个约旦国旗，然后下面呢就是剧场。我们现在是站在山顶上，所以看上去不是很大，但实际上这个剧场还是蛮大的，它可以容纳4000人。好嘞。这个剧场前面这条街道就叫正面街道，以前是卖东西、卖一些小商品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是卖一些旅游纪念品。这个街道的主要看点呢，并不是这个街道的本身，而是旁边崖壁上的洞穴。这些洞穴啊，有可能就是藏有以前修建佩特拉的工人的工具。现在还没有找到，但是据说是有可能。所以你们可以到这里来看看，说不定探一探洞穴，说不定能找到那些工具呢。这个就是卡兹尼神殿了，也是整个佩特拉最有名的一个建筑。关于佩特拉宣传的照片都是以它为背景的。这个建筑呢，它的高度呢是40米，它的顶部啊可能藏有骨灰盒，就那个地方。可能藏有骨灰盒，所以啊，这个这个神殿是非常受到别人关注的。这个神殿的门口也是最热闹，有很多的骆驼，你们想骑骆驼的都可以在这里骑。然后拍网红打卡照的要在这个地方上去，但是那有一个人拦住，你要上去可以从这个地方上去，这里上去以后在那个地方拍照，他拦住了，就是单独收费。收费的价格是5蒂纳尔，你们想上去的都可以上去看看。这有很多骆驼，想骑骆驼的可以骑骆驼。从卡兹尼神庙进来之后，这里就进入西克峡，这是一个长1.2公里的峡谷。你在这个峡谷里面一直往前走就是了。如果腿脚不方便的人，也可以坐这种小车。这个峡谷的长度是1.2公里。进入这个峡谷以后，就正式进入了佩特拉景区的核心景区。而我们现在是反着走，所以现在从这边走出去是走出核心景区。看，这就是峡谷，是不是挺壮观的？这个峡谷啊，以前应该是一个水道。看它外面的岩石的那种形状，真的就是常年被水给侵蚀所形成的这种形状。现在水是没有了，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片峡谷。这回到我早上坐车的地方了，现在从这个地方出去。我现在终于回到这个路口来了。真的很累啊！我这次走的路线呢是反向走的，如果正着走的话呢，可能会更累。反着走的话呢，就是前面从修道院脚下那一段到修道院这一段的路是需要一直爬坡，那之后全都走下坡路。我觉得这样走这个路线的话，应该会更好。如果你是正着走的话，一路是走上坡路，那样更累。所以我推荐大家是反着走，反着走可以把所有的景点都看到，而且不是那么累。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这就是我游览佩特拉的全部过程，希望对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吧。拜拜。